从没见过这么坚强的小男孩，不仅在野外独自生活，还通过挖掘蓄水池解决灌溉瓜果蔬菜的难题。昨天已经把幼苗栽种完成了。早晨，阿龙在山下收集了一些肥料，为了保证幼苗的茁壮成长，他将每一棵的根部上面都撒上了许多。虽然还剩一些，但是阿龙也没有将它们浪费掉，把它们浇在了另一片田地里面。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努力，种植的比较早的蔬菜种子都已经成长得绿意盎然，充满生机了。为了解决用水的难题，阿龙决定挖掘一个存水池。他将周围的杂草清理了一番后，便对地面开始挖掘起来。虽然这个工程量比较巨大，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开始挖掘。好在经过雨水淋湿的土地比较湿润，让他挖掘起来不那么费力。只不过只有表面的一层比较好挖掘，下面因为没有被雨水浸透，有时候还需要借助铁镐的力量。随着阿龙的不断挖掘，上面的部分也很快的就处理完成了。但是如果想要储存更多的水，就需要挖掘得更深。随着挖掘得越来越深，下面的土质也越来越黏。阿龙只能把平常舍不得穿的雨鞋穿在了脚上，这样在用力往下挖的时候，也能很大程度的保证自己的脚不会被铁锹划破。因为中间的部分下雨的时候淤积了一些水，所以他先把水清理了出去，这样才能方便后面的挖掘。经过不断的努力，阿龙也将地面挖得足够深了。将最后的一锹土扔出去后，疲惫的他坐在了一旁，虽然脸上全是汗水，但是因为还要去收集搭建平台的材料，所以简单的休息过后，便拿着工具向山中走去，挑选了几根合适的竹子，把它们修理平整后，就能扛在肩上运输回去。虽然每根竹子都比较长，但是好在都是空心的，再加上有一端挨着地面，也能很容易的运输回来。随后阿龙坐在地上思考了一下该如何搭建平台，心中有了想法，他也开始忙碌起来。虽然没有测量工具，但是他也会尽量的将误差缩小一些。知道了竹子的长度后，就能对竹子进行切割。为了在搭建的时候方便一些，阿龙又在立柱的一端修理出了凹槽，然后只要在地面挖出坑洞，就能将竹子放到了里面。随着时间过得飞快，太阳也缓缓攀升到了头顶，已然到了中午时分。上面封闭的部分，阿龙也尽量会挑选一些粗壮的竹子，因为这样才能更加的牢固。切割的差不多后，只要把它们从中间一分两半，就能得到规整的竹板。相比搭建地基来说，往上面铺设就简单许多。确定好第一根的位置后，此时只需要一根接着一根的紧密排列，很快的就能铺设完成。再加上有着竹条的捆绑，阿龙也丝毫不用担心平台的牢固性，在合适的位置上固定一根竹子，就能把水管放到里面。这样阿龙每天也不用去到山里收集水。看得出来阿龙此时非常开心，仿佛这一刻肆意玩水的他，才是本来应该属于他的样子。随后阿龙来到刚开垦的这片土地，将它们灌溉了一番。虽然此时的太阳把水滴照得很明亮，但是又何尝不像是阿龙的生活，正在向着前方的光明大道前进呢。随后阿龙将水管放了回去，因为忙碌了一天，他也开始准备做饭了。点燃了柴火后，他来到外面开始处理今天的食物。今天阿龙丝毫不用担心用水的问题，只见他把食物清洗得干干净净，切碎后放到了锅中。虽然今天的食物没有那么丰盛，但是能够填饱肚子对他来说却已经知足了。有时他也会被窗户外面的景色所吸引，黄昏的云朵依然是那么引人注目。屋内的阿龙虽然在吃着饭，但是此时此刻的阿龙却是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虽然在他这个年纪不应该想那么多，但是阿龙也要学会面对现实，或许在考虑自己的人生接下来如何吧。由于昨天已经把蓄水池建造完成了，今天阿龙准备将剩下的田地播种上种子。他熟练地将土地整理出垄台后，接下来就能挑选一些合适的种子。虽然他不确定这些种子能否成长起来，但是阿龙也是认真地进行栽种，就像是每个人的梦想一样，并不仅仅可以用来实现，而是他就在心中一直提醒着我们不断地向前努力，等待种子破土而出的时候，也许离心中的梦想也就更近了一步。接着阿龙将所有的田地都灌溉了一遍，随着水流落在田地上，每一颗水珠都在深深地滋润着种子。相信用不了多久，阿龙的田地就会迎来收获的果实。经过这几天的高温，它铺设在屋顶上的叶子也被晒得干枯了许多，有些地方可能经受不住下次雨水的洗礼，所以阿龙又在上面覆盖上了一层，这样就算在下雨的时候他就不用担心了。把屋顶密封好后，阿龙计划再搭建一个室外厨房，于是他来到山中计划收集一些竹子。挑选了一些比较粗壮的竹子后，阿龙顺着小路往回走去。虽然此时已经到了下午时分，但是阿龙还是将搭建的材料收集完成了。他选择了一处离房屋比较近的地方搭建。
这样就算下雨他也不用担心。接着阿龙用竹板测量了一下大小后，便对着竹子进行切割。即便中间的部分是空心的，而且有着锯子的辅助，但是切割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轻松。好在只有几根立柱，没用多久也切割完成了。虽然这几天没有下雨，导致土地比较坚硬，但是此时太阳却是没了踪影，让阿龙感觉凉爽了很多，也能慢慢的挖掘出固定立柱的基坑。次日清晨，阿龙早早的就起了床，将厨房的立柱固定在了基坑里面。接着阿龙为了加快搭建速度，一次足足扛了10多根竹子回来。虽然比较沉重，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。相比于竹子的运输，切割起来就比较容易，而且往上面固定也不费力。因为有着前一段时间搭建新家的经验，这次并不会像上次一样的手忙脚乱，而且搭建速度也是快了不少。由于新家的叶子铺设的比较薄，导致漏水，这次他将厨房的屋顶足足铺设了3层的叶子，这样就丝毫不用担心了。屋顶虽然铺设完成了，但是现在还不到休息的时候。阿龙决定要一鼓作气将墙体也封闭起来。虽然今天他早早的就起来搭建，但是一晃时间也到了下午，夕阳也在不知不觉间也照了过来，他也只能加快速度，争取今天一定要把墙体搭建完成。毕竟算上今天的话，已经2天没有收入了。只见阿龙将竹子分成几半后，利用相互交叉的方法进行填充，这样不仅看着比较美观，而且还更结实耐用。至于上面的部分，阿龙考虑到做饭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烟雾，所以他将上方的部分预留了出来，这样就算再大的烟雾也能排放出去。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，阿龙抬头望着天空的时候，雨水已经落了下来。好在已经将厨房的屋顶铺设完成了，可以让他在里面对竹子进行处理。虽然只是下了一会小雨，阿龙却是要将这面的墙体填充完成了。前面虽然还是同样的进行填充，但还需要留出大门的位置。即便厨房看着有些简陋，但是阿龙的笑容却是挂满了脸上。接着阿龙利用剩下的材料制作出了一扇崭新的大门，这样新家也算是更加的完善一些了。看到自己亲手努力的成果，阿龙也是非常开心。但是由于厨房还没有灶台，而且自己也没有多余的积蓄购买，于是他想采摘一些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，看能否换一些砖块。阿龙摘了满满的一大包蔬菜后，顺着小路往山下走去。他在山下的路边发现了一些砖头，于是他喊来了这户人家的主人。经过同意后，阿龙成功的换到了一些砖头，虽然很沉重，但他还是坚持的背回到了家里。今天只要将壁炉搭建完成后，他也可以休息了。昨天阿龙已经把灶台搭建完成了，今天就可以在新厨房做饭了。他将大米清洗了一下后，准备到山里抓一些鱼，毕竟是在新厨房的首次做饭，一定要丰盛一些。说话间，阿龙已经来到了小溪旁。这片溪水看着非常浑浊，但是他看到里面有鱼游动的身影，于是他毫不犹豫的就进到里面开始寻找。经过一顿摸索后，也是没有让阿龙失望。看来阿龙今天又是收获颇丰的一天。身上的衣服虽然沾满了泥水，但是相比此时的收获来说，却是显得微不足道。收获了几条大鱼后，阿龙也准备回去了。看来今天又能美美的吃上一顿了。回去后，他并没有把鱼全部处理掉，而是将它们放到了储水池当中，这样等自己下次想吃鱼的时候，也不用去到山里面费力的去抓了。接着阿龙换了一身衣服，将满是泥水的衣服清理了一下后，也开始准备做饭了。因为好长时间没有吃到竹筒饭了，所以阿龙劈下了几段竹子，将清洗过的大米塞到了里面，再灌入一些清水，这样做出来的米饭才能带着竹子的清香，而且也不会被烤糊。趁着煮饭的这个时间，阿龙来到水池旁，将鱼清洗了一遍，又加上一些盐巴。虽然只是简单的调味料，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了。经过阿龙的不断的努力，鱼也渐渐的变了颜色。虽然厨房的围栏上方能够将大部分的烟雾排出，但是却隔绝不了热量，脸上也出现了细密的汗珠。好在鱼也马上就要好了。由于阿龙被烤得很热，所以他并没有在屋里吃饭，毕竟外面还有着些许的微风，可以让他凉爽一点。经过这几天的不断努力，阿龙也终于吃上了比较丰盛的晚餐了。次日一早，他起得比较晚，可能是由于这几天把新家完善的差不多了，阿龙难得的睡到了自然醒。今天他准备把昨天抓的比较的大鱼拿去售卖，但是阿龙考虑了一番，决定把它们制作成烤鱼会更好一些，这样自己也能收入更多。于是他利用竹条编织了一个简单的烤架，
这样一会在烤鱼的时候也会更方便一些，并且还能让鱼受热更加均匀。接着他将鱼清理干净后放到了架子上面，因为这条鱼差不多有10多斤，所以烤起来比较慢。阿龙只能通过不断的扇风来增加火焰的温度，希望鱼可以尽快的烤熟。经过1个多小时，阿龙也有些累了，但是好在随着灶台的火焰逐渐熄灭，烤鱼也烤好了。但是由于刚烤好的鱼非常热，于是他只能用叶子把它们包起来。为了保证到山下的时候不会变凉，阿龙又在上面包裹了一层，这样也能更好的售卖出去。来到山下后，他选择在商店的门口进行售卖，因为这里的人比较多。虽然有1个人品尝了，但是却没有购买。但是阿龙并没有灰心，好在善良的老板娘将他的烤鱼全部买下了。今天有了收入后，他准备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，算是对这些天给自己的奖励。即便款式有很多样，但是阿龙也会尽量的挑选不是很贵的衣服。挑选了好了以后，阿龙又给自己挑选了一双拖鞋。随后阿龙也准备回家了，可能是有了新的鞋子，阿龙在走路时也会不时地看着地面，也许就像崭新的鞋子一样，阿龙的人生也有了崭新的开始。由于前一段时间自己的狗狗死掉了，今天一大早阿龙便来到山下的一户人家，因为阿龙听说这户人家有着几只刚出生的狗狗，可能是回忆涌上了心头，阿龙挑选了一只长得非常相似的，他花费了一部分积蓄将其买下了，这样就算自己一个人在山上，平时也不会那么的无聊。阿龙开心的回到家里后，他把昨天没有吃完的鱼头也全部给了他，但是考虑到目前还没有他居住的地方，所以阿龙准备给他搭建一个新家。上次陪伴他的那条狗狗，因为阿龙还没有来得及给他搭建，所以这次阿龙没有浪费1分1秒的时间，决定今天一定要将狗狗的新家搭建出来。虽然还是用简单的竹条进行搭建，但是贴近地面的位置，阿龙还贴心的用竹板进行了铺设。虽然厨房屋顶的边缘能够挡住上方的雨水，但是保险起见，阿龙又在周围固定上几根竹子，这样再铺上叶子才能保证万无一失。然后阿龙将狗狗放到了里面，让它在里面感受一下自己的新家。随后阿龙趁着这个时间把田地浇灌了一遍，因为这个时候没有阳光的照射，种子也能更好的吸收。当阿龙来到门前的那片田地时，发现上面的叶子已经变得枯黄，已然是不能成活了。他也只能怀着失望的心情，将所有的架子拆除掉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，阿龙的心血却是付诸东流了。虽然这一次失败了，但是他却并没有灰心，而是将土地重新整理了一下，吸取了这次失败的经验。他坚信下次播种一定会成功的种植出来。阿龙感觉可能是土地里有着虫子的原因，于是他收集来了一些干枯的叶子，准备把它们点燃。随着火苗的不断壮大，阿龙也希望这样可以将土地里面的害虫除掉。随着只剩一堆灰烬后，阿龙再次将种子撒到了里面。这次他相信种子一定会重新生长起来，毕竟自己已经把土地里面的害虫除掉了。想到自己买了狗狗后，自己的积蓄也所剩不多了，阿龙便想去山中收集一些山货拿去售卖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不断努力，阿龙也收集了满满的一筐，这才顺着小路往山下走去。还没有到市场的时候，就被路边的大叔拦下了。大叔拿在手里查看了一下，发现还不错，就全部买下了。此时阿龙并没有选择折返回家，而是一路来到了山下的商店，买了自己喜欢吃的面包后，这才高兴地往回走去。回到家时，天色也快要暗淡下来，所以阿龙今天也不准备做饭了，而是直接拿出刚买的面包开始吃了起来。次日清晨，阿龙也早早地起床了。他先来到门前的田地里，查看了一下昨天播种的种子后，便决定今天挖一些白菜拿去售卖。白菜根部被拔出后，上面还带着湿润的泥土，于是阿龙将白菜拿到了蓄水池旁，准备将白菜根部的泥土清洗一下。往往干净的蔬菜才能更好的售卖出去，因为一个人可能需要不了这么多，所以阿龙将它们分成了很多份。准备下山时，阿龙怕自己的狗狗跑到山里面去，还用竹片将狗狗的大门用竹子卡住了。完事后才往山下走去。经过一段水泥路时，路边上正有着一位小孩在嚎啕大哭。听到声音的阿龙连忙跑了过去，可能是谁家的孩子迷路了。阿龙准备带他去村里寻找他的爸爸妈妈，于是他便抱着孩子向村里走去。到了村子的时候，阿龙让他自己在下面走，希望他可以找到自己的家。但是看来孩子还是太小了，于是阿龙只能在卖菜的时候顺便带着他，看路过的人是否认识这是谁家的孩子。
不忙时阿龙也会哄着他。虽然是刚见面，但是他可能感觉阿龙比较亲近，就算跟在阿龙身边也没有哭闹。将蔬菜卖完后，阿龙领着他来到商店，给他买了一些棒棒糖，把孩子高兴的手舞足蹈。随后阿龙领着小孩来到了村子里玩耍的地方，因为这里的孩子比较多，看是否有家长会过来寻找。阿龙看着此时的孩子，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，所以他耐心地陪着他进行玩耍。但好在没用多长时间，孩子的家长也寻到了这里。孩子的爸爸对着阿龙感谢了一番后，便顺着小路离开了。阿龙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，羡慕地在原地足足张望了许久，但是他明白他还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所以阿龙也只能离去。随后他来到了商店，购买了一些鸡蛋和方便面后，他也准备回家了。即便今天通过卖菜获得的一部分收入，但是却给迷路的小孩花费了一些，但是能够吃饱自己就很开心了，更别说里面还有鸡蛋，所以他也感觉到很满意了。而且今天自己也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昨天阿龙已经将幼苗栽种完成了，今天一早他就来到了山下，准备买一些食物。由于这几天的积蓄不是很多了，所以阿龙并没有买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只买了一个面包。在往回走的路上，他遇见了昨天那个孩子，因为孩子非常的喜欢阿龙，于是阿姨便邀请他去自己的家里面做客。到了阿姨的家里后，阿龙将自己仅有的面包给了孩子，可能是为了表达昨天的感谢。这位阿姨准备将自家闲置的垫子送给了阿龙，由于孩子非常喜欢跟他玩耍，这位阿姨只能让孩子跟着阿龙回家。虽然阿龙也是一个孩子，但是只有孩子才是最懂孩子的。阿龙看着他，仿佛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小时候，所以有时也会宠溺地摸着他的头。因为家里并没有什么玩具，只有相伴的2条狗狗，所以阿龙在窗户边上呼喊了2声，发现没有回应后，他带着孩子来到了外面，发现狗狗却是死掉了。于是他将孩子安顿好后，只能把它埋在了土里面。随后阿龙清洗了下手，准备把孩子送回去了。因为天色也是有些晚了，虽然今天自己的狗狗死掉了，但是可能是有着孩子的陪伴，才不会让他感觉那么的伤心。第二天中午，那位阿姨也将孩子送到了这里，有了孩子的陪伴，也让他的生活多了那么一些色彩。阿龙陪着他尽情的玩耍。到了晚饭的时间，阿龙还用攒下的积蓄买了一只鸡。虽然平常他不舍得吃，但是阿龙对待孩子却是非常舍得，即便这只鸡虽然有些小，却也够他们2个吃饱了。吃过晚饭后，阿龙也准备将孩子送回家去了。今天阿龙睡得很香，直到一声鸟叫声才将他从睡梦中叫醒。醒来时却是已经中午了，可能是昨天陪孩子玩得有些累。今天阿龙准备给新家重新完善一下，考虑到自己睡的床不是很舒适，于是他将屋内的床体拆除掉了，又重新挖了几个基坑。随后他在山中收集了一些搭建材料，再加上有着昨天那位阿姨给他的木板，也能让阿龙省去很多搭建时间。相比竹子来说，用原木制作床体的框架不仅结实，而且使用的时间也能很长久。虽然这次搭建的不是很高，但是却更宽了，因为它是按照别人赠送给的垫子进行制作的。忙碌的时间总是很快，天色也有些暗淡下来。阿龙将垫子铺好后，也开始准备做饭了。今天的伙食确实很丰盛，但是却要感谢昨天的那位阿姨。阿龙把它们切碎后，然后点燃了灶台。随着灶台的烟雾升起，他用筷子在锅里面熟练地进行搅拌。虽然有时会加入一些调料，但是也并没有把它弄得手忙脚乱。待差不多阿龙确认熟透后，便将它们放到了一旁，因为还要再煮一些面条。随着锅盖被水蒸气不断地顶起，锅内的面条也煮好了，天色也渐渐地黑了下来。由于昨天睡觉的时候阿龙感觉床体有些晃动，于是他一大早就在山下的商店购买了一些铁钉，准备给床体重新加固一下。虽然上面的木板没有钉得那么密集，但是由于下面固定的足够牢固，他也是丝毫不用担心，这样今天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。晚间的天气已经比较凉了，但是好在相识的大哥给他送来了衣服和棉被，阿龙的脸上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不仅如此，大哥哥考虑到他目前还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所以还给他买了一箱牛奶。随着2人的不断交谈，时间也不早了。阿龙目送他离开后，随后便开始清理起地面的杂草。可能是由于此时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，他只能通过不断的劳动来减少一些心中的孤独感吧。从没见过这么可怜的小男孩，不仅亲眼看着自己的房子被大火吞噬，却是无能为力，更让本就艰苦的生活更加的雪上加霜。
望着眼前被烧成一片废墟的房屋，他的脸上也流出了伤心的泪水。原来早上刚起床的阿龙点燃柴火准备做饭的时候，发现柴火不是很多了，所以他背起竹篓准备去山中收集一些柴火。但是由于灶台边上的柴火离得比较近，经过长时间的高温炙烤，很快的就燃烧起来了。火焰的不断壮大，也使浓烟迅速的飘到了高空中。远处的阿龙看见烟雾后，也急忙的往回跑去。但是干枯的草叶燃烧得很快，虽然阿龙在努力的往上面浇水，即便此时的水全部浇在火上，但是微弱的水流在大火面前却是显得微不足道。他只能在没有被大火吞噬的房屋里面，拼尽全力的抢救出一些东西。看着全部快要被大火吞噬的房屋，伤心的阿龙只能亲眼看着自己几个月的努力被无情的吞噬。他感觉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一样，无力的坐在抢救出来的垫子上哭泣。但一想到毕竟是自己几个月的成果，阿龙也并不甘心，于是他继续往上面淋水。虽然这些水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，但是这也可能是自己目前唯一能够做的事情了。火焰逐渐熄灭后，原来自己美好的家也变成了一片废墟，满地全部被大火燃烧过的痕迹，烟雾也随着风在四处飘散。虽然只剩几根立柱没有倒下，但是对于此刻的阿龙来说，没有什么事情比现在的心情更加难受了。自己几个月的努力在这一刻全部化为乌有。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不仅仅是烧毁了他的房屋，还有他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。但是这一刻他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。好在阿龙抢救出来了一些生活用品，也不用担心晚间的住宿问题了。整理好心情后，阿龙开始整理起房屋焦黑的废墟。毕竟自己的人生还要继续向前方前进，并不能因为这一次的挫折便一蹶不振。曾经的自己也是一无所有，虽然现在又回到了刚开始的状态，但是他相信自己也能够再次凭借自己的双手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。由于今天房屋被烧毁了，阿龙也只能在外面露宿一晚了。即便白天被火焰伤害过，但是由于晚间的温度有些低，他也只能再次升起一堆火来取暖，这样才能让他在睡觉的时候不会那么寒冷。第二天，好心的大哥来到了山上，决定帮阿龙重新搭建房屋。工具的木质手柄都被烧毁了，于是阿龙重新收集来了几根原木，有着大哥的帮忙，也很快的让工具重焕新生了。两人决定先将废墟清理出来，这样才能继续下面的工作。焦黑的地面虽然有着灰烬，但是大哥也丝毫没有怕弄脏自己的衣服。真正的帮助是不求回报的，就像此时的大哥一样。时间从早上一直到了下午时分，夕阳也渐渐的没了踪影。经过两个人的不断努力，土地也重新焕发出新的样子。随着差不多要整理完成，今天的工作也是告一段落的时候了。帮忙的大哥也准备回家了，但是由于明天要往山上运输石头，所以阿龙并没有选择休息，而是继续整理起地面，这样在铺设石头的时候才能更加的平整。隔天，阿龙来到了山下，因为往山上走的路崎岖难走，所以一些汽车不能通过的路上，他还需要把它们处理平整。虽然前方的路上有着很多阻碍，但是相比起阿龙搭建新家的决心，就算是再难的路他也毫不在乎。临近下午的时候，他也将最后一片阻碍清理平整了。大哥上午不是没有来帮忙，而是帮助阿龙联系搭建材料。虽然阿龙已经处理得够细致了，但是毕竟年纪不大，没有那么多的经验，所以有些工作还得是大哥帮忙善后。虽然汽车走在艰难的山路上，但好在经过1个多小时的不断努力，也成功的到达了目的地。即便再次搭建房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但是只要有了希望，再遥远的目标又算什么呢？阿龙开心的看着手里的石头，脸上总算是有了一些开心的笑容了。虽然自己亲手搭建的房屋被大火吞噬，但是他也没有从此一蹶不振，而是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，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虽然昨天已经将石头运输上来了，但是阿龙并没有直接铺设，而是选择对地基进行更加细致的处理。因为这次他决定一定要将新家建造得更加牢固。经过1上午的努力，也终于是可以继续下面的工作了。即便自己没有什么经验，但是阿龙的心中却早已有了新家的模样，并且前一段时间看到过别人家建造房子，所以一些简单的工作阿龙也是能够自己操作的。他沿着地基的标线进行挖掘，看他挖掘地基的大小程度，就知道阿龙对这次的新家很重视。他将地基的轮廓挖出来后，就能往里面填充石头作为地基基础。虽然经过1天的忙碌，太阳也快要下山了，但他也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。
虽然这么大堆石头不知道要运输多长时间，但是相比于对新家的渴望，每一次的运输都能让巨大的石堆减少一些，也能让阿龙离新家的梦想更进一步。可能是由于今天有些疲惫，阿龙决定明天再接着运输了。次日，他便早早地开始了工作。由于仅凭自己的双手运输比较慢，所以他选择了用竹篓进行运输，这样才能更快地运输过去。但是满满的一筐石头，让他走起路来都有些费力。好在往里面填充就简单许多，每块的形状虽然都不一样，并且石头之间还有着缝隙，但是并不用太过担心，因为还要用水泥进行填充。虽然不是第一次搅拌水泥，但是对于阿龙来说，光是搅拌沙灰就很费力，更别说还要对水泥进行搅拌了。随着每一次的往里面覆盖水泥，阿龙离自己的新家也就更进一步。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努力的对待生活，而且还看到了他用自己的双手不断努力的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明天。此时的天色也渐渐的暗淡下来，阿龙也将地基处理平整了。隔天阿龙还是一如既往重复性工作，虽然还是那么的枯燥无味，但一想到今天会比昨天更加的美好，手上的动作也是不由得加快了起来。没用多长时间也固定上了很多的石块。比较高兴的是，远处有几道身影渐行渐近，原来是大哥带着自己的家人来帮忙了。因为今天有了空暇的时间，所以他带着自己的家人来帮阿龙建造房屋。虽然阿龙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但是有了大哥一家人的帮忙，不仅很大程度的提升了搭建速度，而且有了一群人的帮助，也能让他感觉到世界的温暖。阿龙的心中也始终坚信着，只要不断的向前前进，就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。或许他一个人也能够搭建完成，但是现在他的心里却犹如夏日里的太阳，全身上下都是暖洋洋的，而且人多力量大。这一刻在他们的身上也是发挥的淋漓尽致。虽然还没有全部将墙体堆砌起来，但是阿龙的心中却是非常的感激。忙碌的一天也终有结束的时候。随着众人在河边清洗工具，今天的工作也要告一段落了。次日，阿龙并没有选择继续搭建房屋，而是准备清理出一片空地。因为想要住进新家还需要一些时间，而且晚间的天气也有些凉了，所以阿龙准备用竹子先简单的搭建一个临时的住所。收集完搭建所需的材料，他的脸上也出现了细密的汗珠，但是他并没有休息很长时间，因为他今天决定要将临时的住所搭建出来，这样晚上才能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虽然是临时的住处，但是他也会尽力的搭建牢固一些。好在有着以前的搭建经验，这次并没有浪费他多长的时间，而且他还发现天空不知何时已经阴云密布了，所以手上的动作不由得又快了几分。屋顶阿龙虽然还是选择用叶子进行填充，但是用来遮风挡雨目前来说却是足够用了。天空的乌云已经将天色遮盖得黑漆漆的，但好在就剩下最后一片就能铺设完成了。阿龙也不用担心雨水的突然降临了。昨天阿龙已经将临时住所的屋顶铺设完毕了，今天准备继续搭建时却突然下起了雨，他只能把自己仅剩的行李拿回到住所里面，要不然被雨水浇湿晚上就没法睡觉了。好在昨天将屋顶铺设完成了，就算下雨也是不会影响到他。随着雨越下越大，阿龙也加快了速度，得益于他这次选择了斜坡的位置，让他搭建床体的时候省下了一些时间。虽然是临时的住所，但是四面透风的环境也让阿龙感觉到有必要遮挡一下。相比于之前居住的房屋，目前的环境虽然有些艰苦，但是阿龙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，却也是不断的用双手创造自己的幸福。这点工作并没有浪费他多长时间。随着将周围遮挡完成，他也坐在了床上，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前天搭建的一部分墙体也干燥的差不多了。他将上面防雨的叶子拿下来后，便开始清理起地面上的杂物。因为上面有一些凹凸不平，所以还需要重新对地面找出平整。被雨水浸透的地面虽然有一些泥泞，但也让他整理起来不那么费力。虽然他并没有什么现代工具可以利用，但是只要用木板多次的进行夯实，也能有着差不多的效果，只不过是多浪费一些时间而已。一直到了下午的时候，也处理的差不多了，但是因为这样的不断重复让阿龙非常疲惫，所以今天他也准备先这样了。此时的外面的温度让阿龙感觉到了一丝凉意，于是他点燃了一堆柴火来取暖。随着火焰的不断升起，阿龙也准备睡觉了。可能今天阿龙非常的疲惫，没多久就进入到睡梦之中，只剩柴火的火苗在黑夜中不断的跳动。次日清晨，阿龙也早早的起床了。早上的天气还是有一些微凉，感觉到有些凉意的他也将外套穿上了。由于天气越来越冷，搭建房屋也必须加快速度了，
虽然今天没有人帮忙，但是有些事情还是需要自己独立完成的。既然是生活，就免不了酸甜苦辣，别人只看到了结果，却看不到过程。此时的阿龙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除了坚强，别无选择，只能不断地向前努力，并且微笑地面对生活。虽然很累，但是却很充实，心中有着对新家的渴望，也让他在默默地努力。就算再远的路走着走着就近了，再难的事做着做着就顺了。时光匆匆，转瞬即逝，虽然一路的辛酸，但是今天比昨天好。这就是阿龙每天对生活的动力。随着他把墙面的不断堆起，高度也是越来越高。虽然每块石头的形状都是大小不一，但是只要多用一些水泥，也能把它们牢牢地固定在墙体上。就这样不断地运输材料，不断地搅拌沙灰，不断地搅拌水泥，不断地在墙体上堆起，墙体的轮廓也慢慢地有了一些形状。再将最后的一点水泥填充上后，今天的工作也要结束了。阿龙来到河边，将满是水泥的工具全部清理了一遍，也就可以准备晚餐了。由于玉米到了成熟的时候了，所以阿龙今天采摘了一些玉米，不仅放在锅内煮了一些，而且还放在火堆上烤了一碎玉米。可能是火苗比较大，烤的那碎玉米很快就可以吃了。阿龙将烤的玉米快吃完的时候，随着锅的蒸汽不断升起，里面的水也沸腾起来，锅内的玉米也马上要熟透了。虽然此时的温度渐渐有些凉了，但是热乎的玉米也能让他在寒冷的黑夜里感觉到一丝温暖。吃过晚饭后，天色也快要全部被黑夜所吞噬，仅剩微弱的火苗在跳动，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。而此时的阿龙也好像也进入到了温暖的梦乡。今天阿龙继续对着墙体搭建，但是由于下面的墙体还没有完全干燥，所以他并没有往上面继续堆砌，而是准备好好利用这个空闲时间。由于自己的鱼竿损毁了，所以阿龙不得不重新制作一个。虽然房屋被烧毁，但是却没有影响到自己的小鱼塘，而且曾经自己不止往里面放了几条大鱼，还有一些小鱼。经过这么长时间，估计也成长起来了。虽然天气有些凉了，但是大哥赠送的衣服也让他不那么寒冷。没多久，阿龙也钓上来一条，但这一条看着比较小，可能不够自己吃的，所以阿龙又将鱼竿抛入了水中。成功的钓上来几条后，直到在没有新的鱼上钩才收起鱼竿，而且这些也够自己吃了。所以他在水边将鱼清理干净后，用竹子把它们夹在了中间，这样才能方便一会的烤制。这可能是他房屋被大火烧毁的这些天吃的比较丰盛的一顿饭了。即便现在已经是晚秋时候了，阿龙心里也比较着急搭建新家，但是因为水泥还没有干透，所以对他来说，享受眼前的烤鱼才是当下最重要的。毕竟就算自己着急也没有用，随着烤鱼慢慢的变了颜色，也差不多烤熟了。虽然此时的环境不是很好，但是美味的烤鱼可能是给他的一点安慰吧。吃过饭，天色也渐渐的暗淡了下来。随着阿龙的起床，崭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他来到墙体旁，发现水泥干透后，于是准备继续搭建，但是发现剩下的石头太小了，所以他准备下山寻找一些大点的石头。阿龙来到山下时，正巧路边坐着一位自己认识的大哥。大哥不仅告诉了他位置，而且还怕他找不到，所以亲自带着他去寻找。经过一段小路后，两人也成功的到达了一处满是石头的小溪边。这里的石头大小用来搭建墙体再合适不过了。虽然不知道该如何运输回去，但是远处慢慢清晰的拖拉机让阿龙看到了希望。拖拉机慢慢的到了眼前，阿龙才发现是帮忙搭建的大哥在驾驶着，这样他也不用发愁怎么样把石头运输回去了。虽然还没有装满整个车斗，但是湿润的地面也让车轮打起了滑。但好在大哥驾驶的比较熟练，也能让车到达指定位置。虽然车斗很大，但是有着3个人的齐心协力，没用多久也装了满满的一车。阿龙的一路走来，不仅是因为自己的不断努力，而是还有着大哥一家人的帮忙，才能让他前进的这么顺利。上山的路依然不是那么好走，虽然装了满满的一车石头，但是车轮也免不了打滑。好在经过不断的尝试，也终于到达了位置。将石头全部卸下来后，大哥也准备回去了，因为自己还有事没有忙完。但阿龙也是非常的感激，有了搭建墙体的材料，接下来自己也能够继续向上堆砌墙体了。阿龙将墙体搭建出差不多高的位置后，决定先把门框制作出来，让框架跟墙体连接在一起，这样才能更加的牢固耐用。对于跟阿龙同龄的人来说，
现在可能正是快乐玩耍的时候，但是对于阿龙来说，并没有所谓的诗和远方，只有不断努力才能使自己生活下去。透过轮胎的缝隙看过去，仿佛此时工作的阿龙像极了大人。由于今天收集石头浪费了一上午的时间，所以今天阿龙不准备搅拌太多的水泥了。今天只要门和窗户的框架固定完成就好了。但是由于还剩下一些水泥，为了不被浪费掉，他也只能再往上面堆砌一些石头。不知不觉中，墙体的高度又增加了几分。最后的一点抹上去后，就可以结束一天的工作了。天空中无比耀眼的太阳，就像此时的阿龙一样，不断努力地在发挥自己的力量。因为墙体还没有干透，所以今天他没有起得很早。经过一上午的太阳照射，墙体才差不多可以让他继续下面的搭建。虽然中午的时候比较炎热，但是阿龙并不想浪费掉1分1秒的时间。因为中午的缘故，他还故意将沙灰多倒入了一些水，这样随着自己的搭建，水泥才不会变得很干。虽然每次的运输材料并不能让他使用很长时间，但是这样却是不那么劳累。毕竟阿龙的年纪不是很大，所以搭建的速度也不是很快。但经过这么多天的不断努力，墙体也渐渐显出了房屋的形状，也让阿龙的心情非常高兴。因为这离他的新家搭建完成又近了一步。可说变就变的天气却好像跟他开了一个玩笑，转瞬间就掉起了雨滴。随着雨滴的不断落下，阿龙也只能停下手中的工作。但好在雨水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，即便还没有完全停止，但是却不影响他继续搭建了。雨水彻底停下的时候，阿龙已经在又一次的搅拌沙灰了。虽然不知道这是今天的第几次了，而且就算鞋子和脚上都沾满了水泥，他也丝毫没有在意。此时搭建新家的动力让他忘记了一切，心中只有一个无比坚定的信念，那就是早日的搭建完成。废旧的轮胎虽然被他用来当做窗户，虽然有些破旧，但是透过它却可以看到阿龙努力的身影。而且不仅还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，还能看到充满梦想和期待的明天。随着墙体的不断增高，也快要符合自己心中封顶的要求了。次日，阿龙继续的运输材料，因为在搭建屋顶之前，还需将两侧用来固定船子的部分堆砌起来。虽然运输材料、搅拌水泥这些工作自己能够完成，但是毕竟在墙体上面干活并不是很快。还没有完成多少工作，天色却是暗淡了下来。隔天，阿龙早早的就起了床，因为搭建的速度很慢，所以内心很焦急。他昨天晚上并没有睡好，虽然在运输材料，但是他的心中却是在思考着该怎么样提升自己的搭建速度。可能是思考的比较入神，完全没有注意到一道渐渐走来的身影。原来是好心的大哥今天有着空闲时间，准备到山上帮阿龙搭建，正好赶上阿龙要往上面搭建。有了好心大哥的帮助，也让阿龙焦急的心情得到了缓解。虽然上面的工作要比下面的轻松一些，但是由于阿龙的年纪小，而且并没有太有经验，所以大哥选择了在上面的工作。经过2个人的齐心协力，两侧固定船子的墙体也搭建完成了。2人也准备结束忙碌的一天了。远处的山峰在此时也逐渐露出了真容，或许就像此时阿龙的心情一样，从满是黑暗中出现了一缕阳光。2人准备固定屋顶横梁的时候，却是发现横梁有些短，于是他们只能去山中收集一些原木。原木虽然不是很粗壮，但却很笔直，用来填充屋顶却是再合适不过了。虽然有些地方比较碍事，但大哥从家里带来的工具在此时也全部派上了用场。由于房屋的跨度不是很大，所以并没有用很多的横梁，因为自己并没有多余的积蓄购买屋顶的瓦片，所以瓦片也是大哥帮忙找来的。虽然阿龙此时并没有说什么，但是对大哥的感激之情却充满了心中。这一路自己虽然无比的艰难，但是却有着很多人的帮忙，也让阿龙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憧憬。不仅是对自己的一份交代，还有着不会辜负这么多人的帮忙。随着屋脊的铺设完成，阿龙的脸上也浮现出了高兴的笑容。